枕一诺，浮沉中哭了一人多。前尘如梦，岁月匆匆，繁华尽，尘白中一场空。寒窗书在襟前程，富贵功名变嘲讽。回首处，才知谁是英雄。望苍天，笑人间，悲恩怨，叹桑田。有戏人，生死云烟。望苍天，笑人间，悲恩怨，叹桑田。如临梦，把酒谈笑醉容颜。望苍天，笑人间，悲恩怨，叹桑田。有戏人，生死云烟。望苍天，笑人间，悲恩怨，叹桑田。如临梦，把酒谈笑醉容颜。做人要做个好人，做事要做实事。而且他还请当时在吏部当侍郎的马大人推荐我进入6部。他对我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所以作为滁州的父母官，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责无旁贷的。原来是这样啊！别说了，赶紧喝。哎，我知道你最喜欢萤火虫。湖边太多了，满天遍野都是。你还记得那个鬼吗？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刚才看见鬼了。你看，他又进去了。啊！真的有鬼啊！鬼？哪有鬼？鬼？你怕鬼？就是你！你怕鬼？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来，喝酒。改天咱们再去抓萤火虫啊！再抓。来，再喝。不喝了，不行了，我不喝了。哎，不是，我要去休息。不是，再喝一点嘛。哎，你慢点。没事，我没事啊。你去吧。没事。
云儿，都怪我。我就是禽兽，我是禽兽，我不应该这样做，我错了，我趁人之危，我错了。别打了，我。云儿，请你原谅我吧。昨天晚上，我也不想这样的，是我喝醉酒了。云儿，能原谅我吗？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还说这些做什么？云儿，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要不这样，干脆我们成亲吧，啊？云儿，你愿意吗？哎呀，你说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是切骨头，不是剁肉馅儿。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给我，你看我的。懂了吗？懂了。一刀下去就行了，这不是剁肉馅儿呢。好，我知道了。行了行了，肉还是我来切吧，你去送货去吧。啊，晋升，云儿，你怎么来了？哦，我还得去送货呢。啊，行了行了，货还是我去送吧。好好切肉啊。哦，好，知道了。什么都我自己做，还要给你工钱，笨蛋！云儿，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哎，你看我这工作的地方怎么样？其实我每天的工作特别简单，就是杀猪、喂猪、宰猪、送货，而且我空闲的时间也特别多，我经常去那个茶楼，去那边喝茶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了，这钱就挣过来了。你说这种工作上哪儿找去啊？晋升，这个你拿着。这什么意思啊？哎，你不用担心我，我过得很好，我有钱。你看，这个我昨天刚发的工钱，而且我家里还存着特别多。你先听我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虽然我现在挣的不多，但都靠我双手挣来的，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这些本来就是你的。我把夜明珠卖了。那是我送你的礼物，你为什么把它卖了呀？你不是要振兴家业吗？比起我拥有一颗夜明珠要重要很多。虽然这些银两对你来说微不足道，但总算能帮补一下。就算我一直替你保管着，剩下你提取回去了。云儿，谢谢你。你放心吧，这些钱我不会乱花的，我一定会把它当做振兴家业的第一笔本钱。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白手起家的杨晋升。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你说吧。我跟常瑜要成亲了。那很好啊，那我在这儿先恭喜你了。我知道这件事有点唐突，但是我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告诉你，因为你之前说过，我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人。你当然得告诉我了，那我到时候去喝你的喜酒啊。你会来吗？我当然得去了，我最好的朋友成亲，我一定得到场祝贺啊。谢谢你。哎，不用谢，不用谢。哎，行了行了，你别耽误我时间了，我得好好工作，要不然我哪来的银两去给你买贺礼啊？你赶紧走吧。到时候你不用送什么。哎，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工作，我工作了啊。你去吧去吧去吧。啊，真好。
少爷，这是您跟上官姑娘婚礼酒席的菜单，请您过目。还有运来楼的工头说，一定会在指定的日子完工的。好。哎，派人去接我爹娘，接回来没有？那个老爷跟夫人说路途遥远，就不过来了。哎，那他们有没有捎什么话给我？没有。对了，少爷，您上次吩咐我的事，我已经把银两给那个媒婆了。做得好。让这个媒婆趁此机会游览一下名山大川，短时间之内，不要让她回滁州来。少爷，有为不明白，为什么少爷要把银两给那个媒婆，而且还要我和你演那场抬杠戏啊？我这么做，全是做给云儿看的。少爷是想让上官姑娘知道，外面有许多大家闺秀想跟我们少爷相亲，但是我家少爷还是对她一心一意的。说的没错。这云儿啊，以前是大家闺秀，虽然我从云香阁把她给救了回来，但是终究她的身份成了花魁。如果她知道我还是一心一意对她的话，她一定会自行惭愧。少爷，上官姑娘永远不会想到，当她到龙山寺之后，你已经安排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局等她。是啊，我去龙山寺啊，跪了不知道多少个晚上，掉了多少滴眼泪，才让这个老尼姑能够相信我。少爷，您这苦肉计真是值得。有为，说起来这件事情能得偿所愿，你的功劳也不小。有违背少爷做事，就是再卑鄙、再无耻，我也会去做。本少爷不会让人白白付出的，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马上去账房找陆掌柜领钱。谢谢少爷，谢谢少爷，那我先下去了。上官云儿，兜兜转转，你不终究还是回到我的手掌心吗？严隐，给他一纸叛斩书还差不多。是啊，这柳二夫人肯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连日来的较量，她已经看出来，我们衙门的人数根本不可能对她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他也看穿了我不会上奏朝廷去调兵。就我本来要求你停止打压，到现在的得寸进尺。哎，徐大人，这严隐是绝对不能交给他。岂有此理！要是现在我在京城，那该有多好！我必定上奏，出动锦衣卫、审计营，一气儿把他打个血肉模糊。徐大人，这气话可以说，不可能的事儿咱不说也罢。啊，那是当然了，我不会屈服的。那个严隐，我绝对不会给他。哎呀，时间是不能再往下拖了。就算柳二夫人等得起，我们也等不起。这滁州的百姓更是不能等。这也没办法。想要扳倒移花五叶堂的话，只对付柳二夫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他们的名册，才可以把他们连根拔起。这个我明白，可是柳成龙一日在柳二夫人手上，这周总管他便不敢造次了。而且，即便能够得到名册，我们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两者的时间尚且需要配合，否则他们便逃之夭夭了。你说的没错。可就算是我们先得到名册，救了柳成龙，也只会让他们闻风先遁，浪荡江湖。他们在暗，我们在明。哎呀，实在是后患无穷啊！对，如果我们先调遣兵力，他们亦会闻风先遁，依然后患无穷啊。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完全的准备才行，我们才有可能对他们形成致命的一击。完成拘捕，不可能的。是啊，的确不可能。哎，倒不如我叫新兰去把他们全都杀光，不就好了？徐大人，你刚才说什么？你管
郭姑娘叫新兰？我哪有啊？你没有吗？我刚才叫她郭姑娘，你听错了吧？哎，听错了。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正事吗？怎么就聊到儿女私情上了？我随便说说，我也没说你跟郭姑娘你们两个有儿女私情啊。哎，我懒得跟你说了，我有正事要办呢，先走了。哎，你先去办跟新兰姑娘的事儿吧。哎，你不是要送那个小女孩吗？你快去吧。哼。姐姐，你不要走。双儿，你要记住，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知道吗？那我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了？只要双儿乖，听王大妈的话，姐姐答应你，只要一有时间就回来看你，好不好？那我们打勾勾，一言为定。双儿，快跟姐姐再见。姐姐再见。再见。再见。这下安心了吧？有王大妈照顾她，我当然安心了。哎，其实你可以收养她。说什么呢？这怎么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啊？你可以不做江湖中人啊。我从小到大只会用剑杀人，我要是不做江湖中人，难道让我拿剑来砍猪吗？哎，说真的，要是你不做江湖中人呢，说不定你会是个贤妻良母啊。别胡说八道。只要你想，其实脱离江湖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啊。只要一踏进江湖，就没有出来的一天。哎，难道你想一直这样打下去吗？你总会有老的一天，总不能一直打吧？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那要是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会嫁不出去的。我刚刚稍微对你有点改观，你又在这里跟我风言风语。改观？为什么对我改观啊？我觉得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解决贼匪的事情吧。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事关重大，不太好说？我希望你能明白我。金生啊，哎，老板回来了，今天生意特别好，猪肉全卖完了，连骨头都不剩。好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档口早点收，我去喝点小酒吧。哎，老板，我有件事想跟你谈。借粮免开尊口啊！不是，要是请假，等香香回来再说。不是，那你到底什么事儿啊？老板，你不能每天卖完货收完款就完了，你得管一管你的收支账。管收支账？怎么管？哎，你看啊，这个前半部分呢是这半个月以来的收入账，也就是说我们卖了多少货，挣了多少钱。这后半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支出账，就是我的工资，还有材料费，还有成本一些东西。哎呀，管这些干嘛呀？有钱赚，有小酒喝就行了。哎，老板，又有什么事儿啊？你看，这个收入账呢，就能体现在哪个时期哪个货物最好卖；这支出账呢，就能体现哪种材料最花钱。如果我们操作得宜的话，同样的功夫，我们平白能赚很多钱的。平白赚很多钱啊？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们现在亏了不该亏的本钱。亏了不该亏的本钱。哎，今天的酒我不去喝了，你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今天不行，明天行吗？为什么？我今天有事儿。有事儿？今天穿得这么俊朗，哎，准备喝喜酒去啊？啊，
真去啊？我只是随便说说呀。哎，那你喝的谁家喜酒啊？今天云儿和黄长云成亲。那你去干什么呀？你是想跟黄长云去抢那个新娘子？当然不是了，我是真心去给他们道贺的。我看你是天下第一的大蠢驴，那2个都是你的仇人啊！你去喝仇人的喜酒，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我就是想当面向云儿道声恭喜。不行，今天呢，不休息了，跟我一起去送猪肉。我请假。我是老板，我不给你假。你今天就算把我开除了，我也得去。呀哈，对不起。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蠢呢？好，谢谢。恭喜恭喜，恭喜了，恭喜恭喜。多谢。好，谢谢谢谢，里边请。里面请。好，张老板，谢谢谢谢，里边请。黄老板，刘老板，恭喜！哎呀，谢谢。今天你是双喜临门啊！招呼不周啊？黄老板以后多照顾。哎，对呀，将来咱们一定要好好合作，只有这样生意才能越做越大。是，杨晋生嘛，他怎么来这儿了？是啊。谢谢，多谢各位老板的赏光啊！哎，老板客气了，你这生意啊，以后一定做得特别的好。我到那边去招呼一下。云儿，你真漂亮啊！恭喜你。谢谢。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你这运来楼啊，真不错。哎呀，那好啊，既然说我们运来楼好，那以后就多过来玩啊！好，常来，多来多喝几杯啊！里边请啊！好。送给你的。你能来就是最大的贺礼。其实我很想你来，但也怕你来。来，打开看看。这个，我现在没多少银两，只能买这个送给你。这可是我一直用的琴弦，只有京城才能买得到。我就是因为等这个琴弦送到滁州来，所以才晚到了。以后你可以尽情弹奏了，哪怕是琴弦断了，也能立刻续上。谢谢你，今生。云儿，答应我，你一定要幸福快乐。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一定会让我的娘子幸福快乐。云儿嫁给了你，我当然放心了。哈，晋生，你也是的，都来了怎么不进去呢？走，里边请。不了，这里人太多，不适合我。哎呀，这些也不是外人，都是以前跟你们杨家关系不错的人，那些父老乡亲你都认识的。是，他们认识以前的杨晋生，现在的我，谁会认识啊？哦，还真够豁达。放心吧，晋生，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们说，我跟云儿都会好好帮助你的。你们先招呼客人吧，我先告辞了。这么快就走了？祝你们永结同心，白头到老。好了，晋生看起来很忙，我们就不打扰他了啊。告辞了。哦，娘子，你先到里面去招呼客人，我去送晋生。晋生，请留步。还有什么事吗？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今天晚上来参加我的婚礼。你别误会，我不是为你来的。好，那我就替我的内人云儿谢谢你了。
晋生，一点心意，请笑纳。黄长云，别假仁假义的了，我不会从你手里接过任何施舍。晋生，你有勇气过来，就应该知道会接受什么样的打击。我跟你喜欢同一个女人，你现在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觉得你有必要大醉一场，这不是对你的施舍，这是你应得的。说的真好，没错，这是我应得的。恭喜你们。黄公子，碧君，公子怎么如此愕然？难道是不欢迎我？哦，不是，欢迎。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在这个时候来。娘亲今天有要事，让我代表柳家前来送贺礼。你如果不欢迎我的话，我走便是了。欢迎，我怎么能不欢迎呢？公子果真行事迅速，前段时间还说跟意中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现下都成亲了。哼，碧君，这世事如棋局，局局新，很多事情啊，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黄公子，上次你说要教我画鸳鸯戏水图的，我今天是特地来向你请教的。碧君，这世事真是变化莫测，我也没有想到，在我成亲大喜的日子，你会让我教你鸳鸯戏水图，不管里面的宾客还有新娘子。为什么会这样？老天爷，你对我杨晋生实在太好了，我得敬你一杯啊！老天爷，我杨晋生敬你一杯！你说你这么看着我，让我怎么画呀？公子，你为何如此有才华？哼，这画是褒啊还是贬啊？你猜？我猜啊，是贬。哎呀，哪有一个新郎官，在新婚之夜，却答应为萍水相逢的姑娘，在花前月下的池塘边作画？你说世上这么蠢的人，能配得上有才华吗？原来你把我想的这样坏，我的意思当然是褒了。你看这池塘中本无鸳鸯，公子你却画得如此栩栩如生，可见公子的画工已经到了无中生有的境地了。这不是无中生有，这是画家心里面有意境。黄公子，那你现在心里是想着新娘子呢，还是另有其人呢？
碧君，这画呢我也给你画完了，你啊好好回去照着画就行了啊。不许走，你还没教我呢。哼，你可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昌云，你忘了我说过的，只要是我看上的人，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我都会把他抢过来。好，坐下，我教你。好。嘿嘿，哎，各位吃好喝好啊！哎，别客气啊！嘿嘿。哎，小玉，见到黄少爷了吗？没见到啊，刚才你们聊完天，见他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哦，帮我招呼下客人，我出去找找。哦。像这样，对，再提起来一点。不错不错。相公。云儿，好，云儿，云儿，你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的新娘子云儿，这位是柳家的千金，叫柳碧君。黄夫人好，这闻名不如见面，黄夫人果然是一代佳人呢。怪不得黄公子只对你一心一意，真是羡煞旁人呢。看来柳小姐跟我家相公关系挺好的。是啊，这黄公子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呢。相公，你说你在人家面前夸我干什么？多不好意思啊。当然了，这云香阁的花魁自然是名不虚传嘛。相公，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知书识墨、守教守礼的朋友？怎么不早一点介绍给我认识啊？哎，我也是刚认识。不过呢，你说的对，我的确应该早点把她介绍给你。哎，她呀，是柳家二小姐，所以呢，我们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她今天过来呢，是给我们送贺礼的。她喜欢画画，就让我教她。这不，我们一起切磋切磋。这么说，我是打扰你们二位了。不，已经画好了。黄夫人，这是我画好的鸳鸯戏水图，祝你们夫妻二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好，谢谢。相公啊，里面还有那么多客人呢，赶紧回去招呼吧。告辞了，柳小姐。云儿。云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哎，不用了，坐吧，你也累了一天了，要好好休息。放心吧，我这酒劲儿一过就没事了。酒席期间我没有见到你，你去哪儿了？哦，我去招呼客人了。哪位客人？你不是看到了吗？你跟柳姑娘什么关系？云儿，你误会了。昌云，别忘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云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看见你跟那个姑娘在一起融融细语。不是，你的意思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我去跟别的女人鬼混了？是不是你自己清楚？云儿，这两夫妻之间应该坦诚。今天我们刚刚成亲，你已经成为我的娘子了，你怎么能无端怀疑你的夫君呢？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我不相信他。这是为什么呀？我看见他看你的眼神，他在意你。云儿，你可别胡说呀！人家可是柳家的千金大小姐，你这么说的话，
会损毁人家的清誉的。可是有哪个做妻子的愿意看见自己的相公跟别的姑娘在一起如此亲昵？云儿，我看你真是多心了。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两家有点生意上的往来，我跟他只是应酬而已，真的。我娘跟我说，男人就是女人的命。你现在就是我的命，我已经把我下半辈子的幸福都压在你身上了，你可别让我输得一无所有。云儿，你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两个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走到一起，所以呢，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做一个好丈夫。你把这一生的幸福都已经压在我身上了，我又岂能负你？我宁愿把我这一辈子都输给你。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云儿，什么云儿啊？晕你个头啊！是我。老板，哎呀，哎呀，你说你啊，怎么样？抢婚新娘子了吗？哼，我就说嘛，你去干什么呀？啊，你说你去有什么意义呀？老板，我去帮你剁肉吧。好了，今天呢，你就好好在家休息啊，睡一觉。回去吧。喝成这个样子。昌云，你忘了我说过，只要是我看上的人，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我都会把他抢过来。少爷，有人在包厢等你。什么人啊？是个女的，她说，你见了她就会知道。来，少爷。我就知道是你。干嘛咬我？这是我惩罚你，让你知道拒绝我要付出的代价。哦，好啊，那我让你尝尝敢咬本公子应付出的代价。没那么容易，你可是犯了错呀。好啊，那我来问问，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你这心里可是有2个人呢。是吗？那我今天告诉你，我这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碧君，看看你，你是我见过这世上最漂亮的女子。你敢说你从未对其他女子说过此话？真的，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骗人！我不信，你肯定对她说过。那好，我发誓，从今以后啊，这种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2天前你才和他成亲，现下却说心系旁人，你说你给的承诺，我信得过吗？碧君，看来就算我再厉害，在你面前都没法说谎了。那么，你敢不敢再承诺我一件事？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我要你休了他。怎么，你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能承诺我的吗？我是说过，可是此事非同小可，你容我再考虑考虑。你想不认账？没有，这之前你不就知道我是有妇之夫了吗？我知道你是想说我明知故犯，可是你也没有拒绝我呀，你就是想不负责任。见你，才明白思念如影。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相知2颗心，也不愿再任性。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我不再怀疑，只想和你携手天地。缘分是天注定，缘来和缘去，只要你一句我爱你，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今生又相遇，今生又相遇。缘分是天注定，聚散和分离，只因你一句我爱你，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爱情，此生珍惜。是天注定，聚散和分离，只因你一句我爱你，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爱情，此生珍惜。